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拼了命健身、买衣服、学社交、练口才，终于鼓起勇气约出喜欢的人，结果第一次见面刚结束，对方发来一句：“你真的很好，但我更想把你当朋友。”那一刻，你只想问：到底哪儿出了问题？为什么有的人条件平平，却约会不断，而你自律上进，对自己要求高，反而次次死在第一关？是他们学了什么技巧，还是背后有什么你不了解的心理学、社交规律？今天我不教你伪装、套路、演戏，只带你真正搞懂吸引力究竟是怎么形成的。第二次约会为什么有的人轻松拿下？还有如何不再听到那句我们还是做朋友吧。如果你厌倦了自我怀疑，一次次碰壁，那么这次认真听，这可能是你逆风翻盘的起点。我们开始。首先咱得认清一个真相，短期吸引力和长期伴侣标准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你是不是经常听人说我要找志同道合、兴趣相投、三观一致、聊得来的？听起来挺靠谱，但别忘了，这些全是长期伴侣的筛选标准。而第一次约会，大脑根本就没有切换到那个模式，大脑实际启动的是感官雷达。吸引力、心动、化学反应，很多时候和收入、学历甚至性格优点统统没关系。你明知道不合适，朋友劝你快跑，可你理智全无，脑子里只有一句：可我就是忘不掉他呀。为什么？吸引力的本质是情绪共振，真正让人有感觉的不是你多会讲故事，穿得多精致，聊了多少共同爱好，而是你们有没有一起感受到点什么。所以第一个误区，很多人一上来就聊兴趣爱好。你喜欢猫还是狗？平时旅游、看书、健身吗？爱吃甜食吗？你以为自己在了解对方，实际上是在面试。真正的吸引力来自什么？共同的情绪体验。什么意思？当你和一个人一起经历了点情绪波动，不管是开心、紧张、刺激，甚至是小尴尬，大脑会自动分泌多巴胺、催产素、内啡肽，让你产生错觉，好像跟这个人特别有感觉。经典场景：密室逃脱、过山车、恐怖片。所以别再安排死气沉沉的咖啡局，直接说咱玩密室逃脱吧，敢不敢一起坐过山车？一起冒险合作刺激，气氛立马不一样。这不是玄学，是科学。心理学上有个经典实验，摇晃吊桥效应。研究人员让两组人在稳固大桥和摇摇晃晃的吊桥上认识新朋友，结果吊桥组心跳加速，大脑紧张，误以为心动，吸引力瞬间飙升。所以别傻傻安排传统晚餐，你需要的是共同的情绪波动。但注意，别玩脱了，太刺激了，把人吓报警，那可麻烦了。好，讲完共同情绪体验，咱聊第二个大坑。很多人第一次约会，直接给对方的感觉就是太麻烦了。看看你有没有中招。一种人安排一切，时间、地点、细节全包办，结果被说太强势、控制欲重。另一种人什么都问，全程犹豫，结果被说优柔寡断、不成熟。两种人一个共同问题，让人觉得不舒服、很烦。尤其在这个信息泛滥、选择过剩的时代，没有人愿意把时间浪费在高成本、低回报的人身上。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？你承担51%的安排，提供建议和框架，留出选择空间。比如，我想到一个不错的地方，咱们可以去试试。当然，你不喜欢也可以再商量。
主动但不强势，体贴但不卑微。最重要的是，别让人觉得和你约会比上班还累。研究发现，现代人最大的约会需求是短暂逃离现实。上班，老板压榨，任务堆积；回家，父母催婚，房贷压力。谁不想周四周五找个人轻松一下？所以，别把约会搞成人生总结大会、职业规划研讨会、星座血型配对测试。约会本质上是一次轻松有趣低成本的现实逃离体验。你的任务是让对方觉得和你在一起舒服愉快，想再见面，而不是天哪，这次约会比做 PPT 还累，我得缓2天。最后一个大坑，很多人根本没意识到，约会时间太长，结果适得其反。是不是你也犯过？聊得挺开心，气氛正好，结果越聊时间越长，3、4个小时，甚至通宵。你心里美滋滋，我们好合拍啊！结果对方回去给你发一句：“我觉得咱们还是做朋友吧。”哎，你直接懵了，不是聊得挺好的吗？但科学告诉我们，吸引力是有保质期的，最佳时间90分钟。超过90分钟，大脑的心动机制开始冷却，神秘感下降，熟悉感上升，慢慢就从有感觉变成哥们儿闺蜜。所以最聪明的做法是，哪怕聊得正黑，也要在90分钟优雅结尾。提前说一句，今天时间差不多了，改天继续啊。留下意犹未尽才是拿下下一次见面的关键。别贪聊，别搞成马拉松式约谈。你不是在做客户访谈，你是在和一个人轻松自然地制造下次想再见的感觉。说到底，第一次约会目标只有3个：第一，共同情绪体验，别尬聊，安排点有趣轻松的小冒险；第二，舒服无压力，你主导，但留空间让人感觉自在；第三，90分钟神秘感，点到为止，留点悬念，制造期待。做到这3点，才能真正逆转见一次就凉的局面。听起来不难吧？可现实是，很多人条件越好，越容易踩坑。为什么？你太用力了，你太想证明自己是优质对象，太想展示自己多靠谱，忘了吸引力来源于情绪，不是简历。还有一点友情提醒，第一次见面别聊婚姻规划、育儿理念、养老金储备，可以开玩笑提一句，但别一本正经的搞人生大讨论。你的唯一任务是一起玩得开心，制造连接，留下想再见的感觉。更深入的了解留给第2次、第3次。别被网上那些速成套路误导，用科学的方法掌握节奏，轻松破局，告别见一次就凉。最后，祝你早日拿到第2次、第3次，甚至遇到那个让你心跳加速、灵魂共鸣的人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转发给还在约会泥潭里摸索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见。